我只是微微睁眼，相隔100米的御鬼小队就不受控制地朝我匍匐跪拜。只因重生的我被灰羽同化，不再是人，而是变成了一座被污染的魔山。可我这具新身体虽看起来阴邪妖异，但它原来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那就是昆仑。报告，第749块禁鱼石碑已就位。教授，外围区域已完成封锁。教授，超自然力量源头来自中心区域，只是总部的设备只是在外围监测就已经超出院值。这一次复苏的异物等级无法揣测，也许超过 S 级。公元2205年，诡异妖邪入侵，一座座城市被毁，直到人类初步掌握被污染的宝具，才勉强止住颓势。而眼下的这群人，便是其中的代表，是被称为唯一观察者的御鬼小队。行动吧！山脚下的雨似乎比外面下的更大一些。我心跳得很快。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仿佛有许多眼睛在看着我们？小五，他怎么了？是精神类污染，快使用宝具屏蔽！宝具竟然完全没有用吗？只是来到了外围，连山都没上去一步，就要全军覆没了吗？这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存在？报告，第一小队已全部失联。报告，检测到异常灵魂波动。报告，他好像发现我们了。不对，这股灵魂波动是他在尝试和我们沟通。他说第一小队人还活着，让我们赶快去救人。他说他清醒的时间有限，他很饿，需要食物。记录！一个预言！3天后，临海市一座倒闭东贝餐厅的 C14诡异将彻底狂暴，若不及时阻止，临海市将化为鬼域，百姓无一生还。凌云，你是说昆仑大山里面有一个十分恐怖的意识强制入侵你的精神世界，给你传递了预言信息？是的，即便是我身处于用镇鬼石铸造的空中指挥部内，都无法阻挡那股恐怖意识的入侵。镇鬼石是用从 S 级诡异橡皮鬼身上提取出来的物质所铸造而成的特殊石头，不仅对 A 级以下的诡异有着天然的镇压效果，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可以擦除诡异规则能力的特殊区域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着镇鬼石的存在，轻易局才能勉强处理那些复苏的诡异。眼下，凌云身处于镇鬼石铸造的特殊指挥部里，却依旧被那恐怖的意识入侵脑海。B 级诡异已经具备文明蚕食以及低级规则能力，会造成区域性的灾难以及3位数以上的伤亡。若是特殊个体，一旦失控，甚至可让一座小型城市毁灭。A 级诡异一旦失控，足以让大型城市毁灭，需要轻易局的毁灭者小队介入才能处理。S 级可引发天灾，一旦失控，足以灭掉一座国家。炎夏的橡皮鬼、自由联邦的电锯鬼，以及寂静鬼、樱花国的录像鬼等等，皆是 S 级诡异。不过好在最后都被自己本国最顶尖、最强大的御鬼者倾尽举国之力降服镇压。如果昆仑山上的那个恐怖存在是 S 级诡异的话，华夏危矣！马上传令下去，即刻封锁昆仑山方圆20公里的区域，安排所有民众撤退，进临海市避难。另外，立刻将昆仑山的变异事件定为 S 级，严禁所有人靠近昆仑山。对外宣称，我们即将在昆仑山进行军事演习。是。凌云，我问你，那个恐怖存在在入侵你脑海时，是否表现出强烈的恶意？恶意吗？我没有从那位大人的身上感受到恶意。准确的说，
我没有感受到他任何的情感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尊高高在上、漠视凡尘的神明。面对橡皮鬼时，我会恐惧，但我却还能生出反抗对敌之心。可面对那位大人时，我只有敬畏与臣服，忍不住跪下顶礼膜拜。凌云是青翼局年轻一代里最杰出的天骄，20岁不到的年纪便成为了毁灭者小队的预备队员。在那位国柱的允许之下，让他面见了被封印中的 S 级诡异。不仅承受住了橡皮鬼的精神污染，且没有沦为鬼奴，还被国柱誉为最有可能驾驭橡皮鬼的御鬼者。可就是这么一位资质潜力无比惊人的御鬼者，在面对昆仑山那个恐怖存在时，只有敬畏与臣服，甚至将其尊敬地称呼为那位大人。好家伙，那对方得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呀！上级，必须马上报给上级！李局，不用那么惊慌，别忘记了，目击者小队如今已经被我安全地救回，他们只是受到了精神污染，陷入旧幻觉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受伤，足以可见那位大人对我们只有漠视，没有恶意。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应对那位大人给我们传递的预言。那位大人说了，3天之后，位于临海市西城区的东北餐厅废址，一直处在我们监控管理的 C 级诡异饿死鬼会彻底失控，若不阻止，整个临海市都将化为鬼域。C 级诡异饿死鬼的能量阈值一直很稳定，青翼局只需要每天将足量的食物扔进去，对方就很老实。对比起其他诡异，只是不断吃东西的饿死鬼算是最好处理的存在了。再说了，饿死鬼不具备规则之力，哪怕失控也只是 C 级诡异，随便一支审判者小队都足以将其镇压收容了。然而昆仑山的那个恐怖存在却预言说，一旦饿死鬼失控，会让临海市变成鬼域，全部百姓死亡。这会不会太过于危言耸听了？那么，要相信那个未知存在给出的预言吗？理智告诉我，这个预言很不符合诡异规则。C 级诡异饿死鬼已经监控了1个多月，诡异能量值一直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，每天除了吞食大量食物之外，没有任何异动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支不具备规则能力的 C 级诡异，就算是彻底失控，派遣出3支裁决者小队也能强行镇压。而预言中让整个临海市化作鬼域，生灵涂炭，全民沦为鬼奴，那是 A 级诡异才具备的能力。局长，如今诡异频繁复苏，我们临海市青翼局所剩的镇鬼宝具已经不多了，御鬼者人手急缺。倘若真的要提升对饿死鬼的防卫等级，那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极其庞大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对于这个预言是不可信的，而且这个未知存在对我们华夏来说是好是坏都不确定，贸然相信反而可能会让我们陷入逆境。赵副局说的不错，另外我很怀疑那个未知存在的居心呀，在这个关键时刻放出这种不符合诡异规则的预言，有可能是强行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，给其他地方已经复苏的诡异创造机会。按我说，直接向青翼局总部发出请求，出动3支毁灭者小队，强行将昆仑山上的诡异给镇压了。是不是忘记了，实力比肩毁灭者小队的目击者小队已经全员躺下了？他们才刚到昆仑山的山脚，全部都被精神污染了。人物未出现，这种情况就出现。这种情况，就算你让总部派10支毁灭者小队来，都不够人家杀的。除非你让我们国柱亲自出马。可问题在于，国柱离开总部，谁来镇压封印中的 S 级橡皮鬼？要不让你们去镇压？凌云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就是相信那位大人的预言。哦，能说说理由吗？
不管这个预言是否真实，我们都只能选择相信。李局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敢拿临海市数百万百姓的生命来赌吗？这个少年一针见血啊！诚然，相信预言的代价是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可万一预言是真的呢？这是一个诡异横行的世界，本就不能用常理来衡量。一旦预言成真，很有可能会再诞生一尊 S 级诡异。就算预言不真，也仅仅只是浪费些人力物力罢了，起码临海市数百万百姓的生命是安全的。所以，我认为可以赌一次，相信那位大人的预言。这么做利大于弊。好，那就赌一次。传我命令，即刻起，对位于临海市西城区东贝餐厅废址的监控防备等级提升至 A 级，对该区域进行全面封锁。向总局发出申请，紧急抽调2支毁灭者小队支援临海市，另小队支援临海市，另3支裁决者小队押送18块镇鬼石，在东贝餐厅遗址周围布下求鬼阵。再召集临海市闲散遇鬼者组成临时审判者小队，24小时轮番高强度巡逻。就让我们看看那个未知存在的预言是否真实。遇鬼者顾名思义，就是驾驭诡异之人。诡异无法被杀死，只能被封印或者收容之后进行驾驭。身为 A 阶遇鬼者，身体强度远超常人。我驾驭的是一只名为白魔鬼的 A 级诡异，收容宝具就是这副黑框眼镜。佩戴之后可获得洞察与鬼眼的规则能力，免疫精神污染。回去吧，无疑知晓一切。那位大人竟然已经知晓了一切，这里距离临海市足足有50公里啊！对方的异将竟然连50公里外的临海市都笼罩在其中了，轻易局乃至全城百姓恐怕都在这位大人的意见监控之中。这是何等的强大！是，大人，我这就回去。我看着飞走的直升机，内心没有任何波动。同化为怪物后，属于人类的边民与情怀早已被剥离。放过这些人类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提供的进化价值太低了。距离邪神降临只剩不到1个月，光靠吞噬普通生物，就算吃光蓝星也不足以抗衡邪神。我真正需要的高效养料是诡异。可惜无法直接吞噬收容物里的诡异，那么只剩下一条路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要向人类证明我的强大，让他们将我视作能吞噬诡异、降下神谕的神明，心甘情愿地为我献上祭品。李局，您去睡一会儿吧，这里有我们在，您不用担心。哼，就是因为有你们在，我才不放心。这2个老家伙遇到危险就有过临阵脱逃的污点，
做事还不如凌云那个10几岁的少年靠谱。截至目前为止 ，C 级诡异饿死鬼能量数值十分稳定，投入的食物正被有条不紊的吞噬。审判者、裁决者、毁灭者小队均未发现异常。我说队长，一只 C 级诡异而已，连毁灭者小队都出动了，至于吗？我看局长也是脑袋抽筋了，居然相信一个无头无脑的狱。就是对付区区一只 C 级诡异，大费周折，我蜜月旅游都被喊回来了。闭嘴，保持安静！你想镇压这只饿死鬼，至少得等预言倒计时结束。是啊，防备一只 C 级诡异，搞得像面对 A 级灾难一样，是不是真的小题大做了？你们不来收，我来收，我还真不信了。一只 C 级诡异翻天，给我断！小心后面！队长，救我！咒音在吞噬我！救我！咒音在吞噬我！毁灭者小队车证明请求支援，他过来了！所有遇鬼者小队，执行 B 级计划，预言已经成真。放弃监控，除毁灭者外，全员撤至边缘。存活的毁灭者开启求鬼阵，拉响全城防空警报，全面封锁城西。预言成真了，那个未知的存在竟然真的拥有预知未来的神力。我的肚子有东西在吃我的能量。不好，这是饿死鬼进化后的规则能力。哭声会在听者体内种下鬼婴咒印，咒印会吞噬寄生者的生命力孵化。一旦让他们逃出，临海市将迎来灭顶之灾。所有遇鬼者听命，用灭鬼刀击碎他们腹部的咒印核心，将这些未完全成型的鬼婴全部扼杀。李局，可是同伴们的生命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一旦孵化逃逸，全城百姓都要死，别犹豫了，动手！原谅我。全球诡异复苏，人类靠着国柱大人手中的3件原始宝技作为蓝本，才仿造出这些勉强对抗诡异的宝技装备。一开始以为只是区 C 级诡异，就算觉醒规则也才 B 级，根本无需大动干戈。
然而我们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为什么我们拿着 A 级宝器却打不过他？因为人类根本无法完全发挥诡异的力量。国主大人作为最强者，也只能发挥70%，而我们这支队伍的极限只有32%，更别提他现在融合了我们队友的力量。紧急报告，饿死鬼危险程度已逼近 A 级，目前已知3大规则：一、哭声播种鬼婴，吞噬鬼翼获取对方能力；3、无视障碍的瞬间移动。这是一只罕见的可成长型鬼翼，如果不将其镇压，它绝对会成长为下一只 S 级怪物，届时华夏将迎来灭顶之灾。那便不需要犹豫了，启动求鬼阵，将其彻底镇压。队长，你看那边，队长，我死得好惨，为什么抛弃我？不得好死！给我看！崔成，如果现在加上凌云，能否进去强行镇压他？做不到，进去就是送菜，只会让他吞噬我们变得更强。李局，要不动用那个东西吧？国主发放的底牌象爬擦，一旦使用，整个城西区将化为乌有，经济损失和民众激怒是小事。最可怕的是，遗留的空白区域越多，封印在总部的 S 级橡皮鬼汲取的力量就越强。这是引战法可。李局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好想把我的一切都献祭给这位伟大的存在。白木柜竟然被吓得龟缩了。是那位大人主动撤走了污染。大人，我来了，您的预言成真了。饿死关后已经暴走，单靠我们的力量无法镇压。倘若任由他肆虐，临海市将无一生还。我们想请您帮忙。诡异比人类的恐惧要更美味吗？美味？大人想吃诡异？至高无上的大人，如果您想品尝，我可以将它送到您的面前。去吧，有点儿等不及了。此文，您可都计划里快了，什么？要空运一只接近 A 级的诡异去昆仑山？你知道一旦在运输途中失控会死多少人吗？李局，太冒险了，要不我们还是动用象爬擦吧。刚刚总部传来情报，天明市复苏了 A 级红血鬼新娘，半小时死伤数万，当地局长已经被迫动用了一次象爬擦。每一次使用橡皮擦，都在加速 S 级橡皮鬼突破封印的时间。赵海海、刘龙波，我问你们，一只接近 A 级的诡异和一只足以覆灭整个华夏的 S 级诡异，你们觉得哪一只更好对付一点？巡视要我们清鬼市的所有，立刻把我们清一局仅存的镇鬼师运送过来，压缩求鬼阵，最后形成一个袋子，将饿死鬼装在里面。将饿死鬼装在里面。调动5架特异直升机空运，
若是计划失败，我再考虑动用象爬擦。此次行动的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。镇鬼石极其珍贵，全靠国柱大人每年从被封印的 S 级橡皮鬼身上刮取一次规则碎片制成。各位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已经赌上了临海市轻易局的所有。继续推进。好家伙，足以镇压 A 级诡异的镇鬼石，竟然瞬间碎了3颗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118块，碎了68块，仅剩50颗。终于打包成功了，在 S 级规则之力的压制下，他一定很痛苦。最后的任务交给你了，凌云，只有你有资格面见那位大人，将他引入昆仑。会成功的。好像是。我真正的食物不是渺小的人类，而是这些违背蓝星法则的美味诡异，迫不及待了。报告，饿死鬼进化后拼命挣扎，3号直升机坠机。全部切成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来负责投喂那位大人。该死的诡异，有本事来追你爷爷我！一颗散发幽蓝色冷光。对付诡异，不能只靠挑衅，得下重饵。凌云！天哪！他竟然让那只给我们带来无限绝望的怪物感到了绝望，怪物感到了绝望。这就是那位大人的嘴巴。临海市的噩梦就此终结。赌对了，我赌对了！是啊，我的天啊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连毁灭者小队都束手无策的饿死鬼，在他面前竟然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他难道是神明吗？诸位，
这位大人拥有轻松吞噬 A 级诡异的实力，但他从来没有杀过我们人类。目击者小队也好，凌云也罢，大人都选择了慈悲的饶恕。他甚至提前给出预言，警醒我们。对于如今的大夏而言，他就是救苦救难的神明。传我命令，从现在起，将昆仑山列入大夏保密等级 SS1 级的最高禁区。那位大人的代号定为天帝。凌云，你将作为天帝的神谕者，必要时可先斩后奏。我将立刻前往京城，向国主如实禀报，开启天地计划。救苦救难，我只是一个贪图美味的食客，而华夏是负责将美食运送到我嘴边的厨师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丁，成功吞噬消化，获得30%进化值，30%进化值。足足30%的进化值，而且连同饿死鬼吞噬的其他诡异规则也一并继承了。有了这股能量，我的意识终于能长时间保持清醒。那是大夏北方镇压的恐怖诡异，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 S 级诡异橡皮鬼了吧？真希望未来他也能成为我餐桌上的一道佳肴。仅仅是看了一眼录像，就差点让我们这群顶尖 A 级御鬼者团灭。幸好有国主大人在。李振国，汇总关于天地的情报吧。诸位，天帝能轻松碾压无限接近 A 级的诡异，初步估测实力等级为 S+。他对人类完全是漠视态度，但愿意给出预言。且能抹除诡异，使其无法再生。李局长，合作固然能改变局势，但是你能保证天帝对华夏永远都会保持善意吗？崔局长，我想反问一句：以华夏如今的局势，我们还有的选吗？如果不合作，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放任不管，他饿了就会自己降临城市去捕食，到时候神仙打架，城镇化为废墟，百姓死伤无数；第二条路，华夏主动剿灭。但恕我直言，即便是国柱大人带着3件原始宝器倾巢而出，也绝对做不到。一旦惹怒他，华夏必将迎来灭顶之灾。不用再想了，就按李振国说的办。行动代号：天地投喂计划，保密等级 SSA 级。自由联邦夜影组织耗费15000条人命献祭 A 级空间鬼，强行打通了千万里之外的跨国通道。3位大人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大人。废物！我们投喂了大半年的饿死鬼，才刚暴动就被轻易局灭了。说，是不是你偷懒没按时投喂狂暴一击？
佐德大人饶命！事情一局，他们用直升机把黑雾押送到昆仑山去了，然后动乱就平息了。昆仑山，那里绝对藏着炎夏的巨大秘密。把隐形戒指交还给我。佐德大人，那说好的荣华富贵……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仿佛有许多眼睛在看着我们？给我滚！给我开呀！队长，队长。这3个脆弱的蝼蚁，连让我亲自动手的资格都没有。大人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2件宝器交给你了。感谢大人的恩赐，大人若有任何需求，华夏定将倾尽全力。遵命！我立刻整理华夏近期的诡异名单。我想要诡异，要诡异。大人，华夏方面为您拟定了一个代号——天地不止。就叫天地吧。自由联盟，好大的胆子！竟然在我国本土暗中投喂诡异！他们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全球诡异能量集体跃升。现在哪怕他们停止投喂，也难以挽回局面了。正如我所言，诡异复苏越多，全球能量浓度越高。哪怕自由联邦现在停止犯贱投喂，也阻挡不了大趋势了。换做以前，这是大灾难。可如今有了天地投喂计划，复苏的诡异越多，我们能给天地上供的食物就越多。这是一场豪赌。对了，李局，这是天地大人赐予我的2件宝器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尝试强行契约他们。按理说，原主人死后，他们会剧烈反抗，甚至破碎逃逸。但令我震惊的是，这2只诡异居然无比乖巧，甚至是急切地求着与我签订契约。这其实不算奇怪。凌云，这位是总局派来的最高级顾问张伯志教授，从事全球超自然研究20年，推断正确率100%。张教授，您说不奇怪，是有什么发现吗？来之前我看了报告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天地绝对不是诡异，而是一种格完全凌驾于诡异之上的高维生命体。通俗点说，他是神。李局的投喂计划是绝对正确的，因为以天地的位格，哪怕集合全球之力也无法将其抹杀，除非出现另一尊神。
收纳宝具。为什么他们乖乖被你驯服？因为比起自由，他们更渴望活命。他们冥冥中意识到，一旦突破宝具逃出去，绝对逃脱不了被天地吞噬的结局。所以，他们宁愿窝囊的苟活在收容物里当狗，也不敢出去送死。难怪我靠近天帝大人时，我体内的 A 级白面鬼也吓得龟缩起来，完全不敢动弹。这么说来，我现在一个人驾驭了3只诡异。没错，以后遇到不听话的诡异，直接拉去昆仑山脚下吓唬一拳，保准服服帖帖。可以，但前提是必须获得天帝大人的允许，我们绝不能惹怒他。凌云，天帝大人有提出什么具体需求吗？大人想要吞噬更多的诡异，我今晚就调出全国复苏诡异的名单呈到上去，他点哪道菜就送哪个。报告多特将军，监控者第2小队灵魂水星全部碎裂，全员战死。什么？那可是3名 A 级御鬼者，佐德还驾驭了空间鬼，就算被伏击也能逃掉，除非眼下最顶的贱人那几个人出手。他们去的是临海市，现任有关于饿死鬼被镇压的情报吗？现任说，请一局用直升机把饿死鬼空运到了昆仑山那边。不用查了，那个叫昆仑山的地方绝对有问题。打开炎夏临海市的卫星监控地图，开启能量监控。国主，这片区域的能量值一直濒临爆表的最高准值，即便是 S 级诡异，也绝对没有这么恐怖的能量。或许是炎夏用来迷惑我们的障眼法，立刻降低监控卫星轨道，给我把昆仑山的高清实时画面拍下来，我要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。胆敢窥探本座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找死！报告国主，我们的 C12监控卫星营遭遇未知高维打击，彻底被毁。国主，画面被蚕食文明的规则之力完全破坏，凶手极大概率是昆仑山里的那个恐怖存在。长官，任务失败了，没有画面证据，我们就无法在国际上发难。而且是我们越界偷窥在先，一整支 A 级小队和一颗尖端卫星，全赔进去了。国主，那绝对不是被驯养的诡异，推测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高阶生命体，炎夏用它来克制并消灭诡异，它将成为炎夏称霸的战略级武器。我不允许！炎夏有的，自由棉邦必须有，必须把它给我抢过来！罗克斯，这件事交给你全权负责，我特批你出动正义联盟小队。正义联盟，自由联邦唯2能对抗 S 级诡异的最高战力，建国疯了。对于这个我亲自选定的神谕者，我的态度自然要比对普通蝼蚁温和许多。至高无上的天帝大人，我代表大夏请教，昨日自由联盟的监控卫星坠毁我国领土，请问是您坠毁我国领土？请问是您出手了吗？是。真的是天帝大人出手了！这群横行霸道的强盗终于踢到了铁板。
大人，之前您说想继续吞噬诡异，但我不知道您的口味喜好，所以我连夜整理了一份复苏诡异的菜单，供您选择。哦，菜单，这小子很上道啊！天帝大人的神识竟然能操控电子数据，诡异只能让科技报废，天帝大人却能掌控他们。如果踢响，瞬间就能让大夏的网络瘫痪，太恐怖了！好家伙，临海市城北简直是个诡异自助餐厅啊！可惜，人类一次只能运送1只，只能先挑个最肥的了。很为难吗？城北诡异之王会自极其蛮不讲理的梦游女？不为难，我这就去为您端上这道菜，请您稍等。你确定天帝点名要吃的是 A 级梦游女？确定。10年前的猛鬼过街让城北化为禁区，如今里面关押着数百只诡异，想从里面把最强的梦游女打包带走，比登天还难。这太难办了。梦游女没有实体，只存在于梦境中。要抓她，就必须在城北去睡觉，让她入侵你的梦境。可一旦睡着，其他数百只诡异瞬间就会把你撕成碎片。计划很简单，我一个人进去睡觉，让梦游女入侵我，然后你们用求鬼阵把我罩住，空运到昆仑山，剩下的交给天帝。胡闹！万一你睡着时被其他诡异攻击，你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这太冒险了。我有80%把握，梦游女即为护食，一旦她入侵我的梦境，我就会被打上城北之王猎物的标签。加上我体内 A 级白目鬼的气息，B 级以下的诡异绝对不敢碰。局长，我们必须满足天帝的需求，只有展现出我们的价值，大夏才能得到神明的庇护。好，就按你的计划办。我派毁灭者小队护送你进去，给你护法。一旦入梦，就看你自己的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做好准备了吗，灵异？才18岁就有诸神入梦魇的胆识，不愧是被誉为国主继承人的天才。随时可以。报告局长，一切就绪，请指示。行动，走。在数百只恐怖恶鬼的唤死之下，真的有人能安心睡着吗？凌云，这威慑不了多久，你可以入睡了。队长，不给他打一针特制强力镇静系吗？这种环境下，正常人怎么可能睡得着？深度昏迷会导致在梦境中丧失自我意识，沦为待宰的羔羊。而且，诞生了灵智的梦游女十分狡诈，一旦发现你是靠药物强行入睡的诱饵，她很可能不会咬钩。凌云只能靠自己自然入睡。吸气，呼气，放空大脑，将周围的一切当成白噪音。我操，真睡着了，这心理素质无敌了！废物梦游女，有本事来入侵小爷的梦境，看小爷杀不杀你就完事儿了。队长，
这真的能行吗？那么狡诈的梦游女会上当吗？如果她不过来，周围的诡异就要扑上来了。诞生灵智的诡异极其高傲，在他们眼里，人类就是最下等的家畜。假如一只你养的公鸡突然跳起来啄你、骂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会马上把它炖了，吃一顿全鸡宴。那就是了。梦游女对自己的 A 级实力绝对自信，看到这块牌子，她一定会愤怒地将凌云拉入梦魇。梦游女上钩了，快布置小型球鬼阵！梦游女极其忽视被打上她猎物标记的人，其他诡异绝无标记的人，其他诡异绝不敢碰。凌云的推断全中了。布阵5分钟，空运25分钟。凌云，这30分钟里，你千万要在梦境中撑住啊！臭小子、臭丫头们，赶紧来吃饭了！待会儿没饭吃，可别怪我。朵莉修女，凌云，你就这么喜欢朵莉修女吗？都看呆了。当然喜欢，我长大了还要娶她为妻呢。哼，不理你了。朵莉修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当然愿意了。你不是朵莉修女。凌云，你……如果你不是真的朵莉修女，听到我刚才那番话，早就一脚踹过来了。她的温柔只藏在心里，典型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到底是谁？是来杀你的，卑贱下等的人类！梦游女，这里是我的主场，你杀得了我吗？现实世界，临海市城北禁区，一个散发着幽光的球鬼阵大网将躺在地上的凌云死死包裹。在球鬼阵周围的黑暗中，一双双猩红的眼睛默默退回阴影中，没有任何一只敢上前。你们这种地铁终归小心服从。竟然比押送饿死鬼还轻松，这些鬼医看到凌云入梦，都认定他成了梦游女的猎物，出于忌惮，全都不敢上来抢食。不好，队长，凌云的眼睛爬满血丝了，还流血了。即将在梦境里被梦游女斩杀的征兆，快，立刻将凌云押送上直升机，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。天空是翻滚的血色，大地是干裂的焦土。凌云在梦境变成了脆弱的少年形态，体力正疯狂流失。别挣扎了，现在的你是最脆弱的。我要一点点听你的哀嚎。这几十年来，我被囚禁在城北区，现在借着这小子的梦境，只要夺舍他，我就能重获自由，再次让世界感受恐惧。区一个人类头蚁，竟敢蔑视我！梦游女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？再过10分钟，你会被彻底抹杀。在这里我是无敌的，10分钟后我被抹杀，吹什么牛？看得出来，你在变成诡异之前，一定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士。没有说谎，他竟然真的觉得我生前很美。美丽的富家千女，
却被至亲至爱之人送入地狱。绝望中空灵的眼，竟成了永恒的诅咒。你说的，确定是真话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很美丽吗？我从不说谎，但是，就算你再美丽，10分钟之后，你也会被杀死，这是事实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验证什么？验证你说的话。你说我美丽，那你敢吻我一下吗？有何不可？随着这一吻，噩梦褪去，原本丑陋的诅咒在爱与诚实面前显露出了它最初最纯洁的模样。怎么后退了？还说我嫌弃你，怕不是你在嫌弃我吧？不是。李居，梦游女没有实体，天王大人真的能吃掉她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只能相信天帝。局长，精神污染太强，我们要坠机了！立刻切断绳索，把凌云直接丢下去。A 级玉跪者的肉体强度足以承受这种高度的坠落，而全场只有凌云能承受天地的威压。凌云，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他是天帝大人的神谕者，大人不会伤害他的。现在就看梦境里会发生什么了。只存在于梦境之中的 A 级诡异，没有实体，能梦境杀人，对人类来说确实是最棘手的类型。不过，既然来到了我的领地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趴着。在神明面前，你们脆弱如纸。该死的人类！逆天，你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，为了杀我，又背叛我，去死吧！天帝大人，小心！他想要入侵您的神识，强行让您进入睡眠状态。让我睡眠，不自量力。这不是某个生物的神识，这是一个极端恐怖的怪物巢穴。比饿死鬼还要精纯，更加鲜香的能量，美味。
成功吞噬 A 级诡异梦游女，获得30%进化值，距离第一次进化60%，获得 A 级规则天赋梦境主宰，强制入眠，制造入侵梦境，梦中杀人，吞噬冷却72小时，当前污染程度50%。只要我愿意，今晚就能让全城人在睡梦中无痛死去。不过，吞噬普通人提供的进化值微乎其微，还是留着他们当厨师给我上菜吧。短时间内连续吞噬高级诡异，居然还有冷却期罢了，正好消化一下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不是什么邪神，而是被这古怪灰雨污染的正牌神明。只要不断吞噬，污染度就会持续下降。连轻一局都束手无策的 A 级梦游女，就这么被消灭了。天地的力量，甚至能拯救整个世界。走吧，我需要安心消化这刚入腹的美味。好的，您休息好，有事情随时通知我。进去15分钟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是出意外了吧？凌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来人，拿诡异能量探测仪过来，我怕他现在是被梦游女附身的状态。唉，还好灵魂波动正常，没有被那怪物取代。里面到底怎么回事？梦游女已经被天地大人吞噬消灭了，从此以后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梦游女了。太好了，天地大人还想吃什么？我们马上去准备运输。大人现在需要消化一下，进入了休眠，暂时没有点菜，等他有需要会通知我的。是那部电话，最高级别的红色加密出大事了。李局，罗老急电，让你马上回轻易局接听。回罗老，已经成功投喂，天帝成功吞噬消灭了梦游女。干得好！但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就在刚刚，天帝成功吞噬梦游女之后，全球各国全部同时出现了深渊之门。自从全球进入灵异复苏时代，世界存在一个绝对的定律：各国出现多少只 S 级诡异，就会在坐标城市上空撕裂出多少道深渊之门。这些深渊之门释放着极度浓郁的灵异能量，平日里各国必须耗费国力将其重重封锁。一旦人类长时间暴露在深渊能量下，内心的欲望就会被无限放大，从而孵化出新的诡异。这是悬在全人类头顶的达摩尼洛斯之剑。但就在刚刚，天帝吞噬了梦游女，进入休眠的瞬间，全球除灭亡国家外，仅存的120个国家杀首都上空多出了120座深渊之门，全世界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怎么会这样？只有出现 S 级诡异，才会出现深渊之门。天帝仅仅只是吃了一顿饭，
就引发了波及120个国家的灭世级异象。我们低估了他，他的实力根本不是 S 加或者 SS 级，而是足以毁灭世界的 SSS 级。罗老，幸好我们赌对了。是啊，赌对了。堂堂炎夏大国，岂能向一只未知的怪物妥协？我建议立刻集结最强火力，主动出击，将其歼灭于昆仑山。这等灭世级的伟力，如果当时炎夏真的对他动了杀心，哪怕是国柱大人亲自出手，此刻的炎夏恐怕已经从地球上抹除了。从这一刻起，炎夏高层内部再无任何分歧，所有人都将成为天地计划最坚定的推行者。李振国听令，在。从现在开始，天地计划保密等级提升为最高系列 SSS 加级。我命令你，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不惜一切代价，只要不触犯伤害炎夏百姓子民的底线，无论天帝提出什么条件，举全国之力都要予以满足。坚决执行命令，大夏必将与神同行。